因为想抓紧时间在四川多看几个秋色，昨天游览完了观雾山，赶到了阆中入住，住在了这家古色古香的水码头。睡了个懒觉，早上带大家去逛一逛这个阆中古城。我去过很多的四川古镇，四川有非常多的很漂亮的古镇，但是这个阆中古城是四川唯一的5A 级的古城古镇。早晨到江边看一看，这个是嘉陵江。很多年以前来过这个阆中古城，也是印象一般，更多的是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古城，有很著名的张飞庙，还知道这是一个八卦古城。古城的设计特别的讲究风水，如果从高处来看这个阆中古城，它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八卦图的形状。来看一看古城的街道，从自然风光上来讲，阆中古城应该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街道也是跟其他的古城古镇差不多，有很多的店铺。阆中古城曾被称为中国4大古城之一，但知名度远远不如其他3个。其他3个是云南丽江、山西平遥和安徽的徽州。这里的街道比较朴实，卖的大部分都是张飞牛肉和醋，保宁醋。阆中因为以前也叫保宁府。可以，你如果从那儿走西街的话，也可以。这个就是阆中古城的中心点中天楼。楼底下有一个周易八卦的轮盘。中天楼处于4条街道的中心，带大家上这个中天楼看一下。门票15。那你就买噻，买一两张的。楼梯非常陡，一共有3层。这是2层，上来看一下。古城都是灰瓦建筑。可以说没有什么惊喜之处，和老北京的四合院有点像。东西南北4条主街。今天又下雨了。这是中天楼内部的情况。阆中在古代也是四川的省会，更著名的是张飞曾在此驻守7年。下楼继续逛逛古城。阆中古城城里面主要有3个景点，以前也都去过。中天楼这是一个，门票不贵，15，还可以登高看一下古城。从中天楼往西走几百米，就是张飞庙。
这就是张飞庙前的广场。现在来到了张飞庙。张飞庙是别称，实际是叫汉桓侯祠。据说张飞死后，他的身体就埋在这里。当然，他的头是在重庆。门票50，有点贵。张飞的故事很多人听过了，以前这里来过，感觉里面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往西继续走走，这是古城的西门，上城楼看一眼。下面就是嘉陵江。去江边看一下。今天的天气不好，有一点小雨，所以风景不好看。再回到古城，阆州这么写啊，一个门，一个梁。这里最著名的是手工醋和张飞牛肉。我们再往古城的北边走一走。这路边的张飞牛肉都可以免费品尝，价格从65一斤到128一斤。从这个胡同右拐，前面有2个古迹。这个是川北道署，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道台衙门，古代的办公机构。进个衙门也要花50块钱。衙门门前的广场上，大妈在跳广场舞。这个是更加著名一些的贡院，也就是科举考场。门票也是50，就进去了。因为以前也进去过，给大家看看图片介绍。其实如果对历史不是特别感兴趣的话，这些地方都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。我看到进院参观的都是免票的大爷大妈，确实50块钱20分钟就逛完，有点贵。不到2个小时就把阆中古城转了一遍。当然阆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景观，时间关系就不再去了。明天我要去4姑娘山赏秋了，敬请期待。我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，当夏天过去后，还有些花未曾开放。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绝望，更害怕看不到你，不能和你一起迷惘。
多想你在我身旁，看命运变幻无常，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。当春风掠过山岗，依然能感觉寒冷，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。这里是四姑娘山的双桥沟景区。结束观雾山之旅后，第一个想到的是要去四姑娘山，不过一个人去四姑娘山不太方便，最终还是报了一个3天的旅行团。这是一个纯玩团，现在离开了成都，中途在这里休息一下。这里就是猫鼻梁。今天天气太给力了，晴空万里，远处就是四姑娘山。从成都到四姑娘山大概要开车4到5个小时。这里就是四姑娘山的双桥沟景区，今天下午就要在这个双桥沟游览。这里的门票是80，景区的交通车是70，一共150。景交车一站直接拉到36公里之外的景点，一路上就被双桥沟里的景色震撼了。这里秋色正好，彩林也非常的漂亮。双桥沟里的山并不是四姑娘山。四姑娘山景区一共有3条沟，这是其中的一条双桥沟。景交车到了终点站，这里叫红山林。从这里开始游览，往回走，一共有7个停留站。这个红山林树木非常的漂亮，现在正是金黄的时候。这个山峰叫野人峰。红山林往里走有一个冰川，但是现在不多。今天这里的游客并不多，简直太幸运了。离开红山林，这里是第2站，可以360度看雪山。这里四周有10来座雪山。四姑娘山我在20多年前来过，但是当时去的长坪沟，这个双桥沟这是第一次来。真的太美了。而且难得的是游客非常的少。
在这要拍个公路大片一定太美了。这里最高的这座山叫古达拉峰，现在到达了第3站四姑岭措。这个四姑岭措简直太美了。这里被称为东方的阿尔卑斯。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远山，真是一种享受。可以说今天的双桥沟给我一个惊喜，太美了。我感觉这个双桥沟可以玩一天，这里面我看到是有村寨的，所以完全可以住在这里面。半天时间太短了，这是最后一站人参果子。有点后悔没有自己过来，直接住在这个沟里。多么美丽的田园风景，雪山、彩林、白塔、牦牛。所以如果你打算来四姑岭山景区，这个双桥沟也一定要来。今天就这样结束了，明天去四姑岭山的另一条沟长平沟。夏夜数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却道，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欲飞鸿收。昨夜雨疏风中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却道，海棠依旧。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，春花是你，夏夜是你，秋黄是你，四季冷暖是你，目光所至也是你。今天在四姑岭山长平沟景区徒步了30公里，累惨了。可以说眼睛在天堂，身体在地狱。今天继续四姑岭山赏秋，来到了长平沟景区，一大早就坐景区的交通车
看到景区里也有酒店。长滨沟门票70，景区交通车20，一共90。不过这里的景区交通车只有6-7公里，一会儿就到达了交通车终点。路上正对面看到的就是四姑娘山。现在下了景区的交通车，开始正式的进入园区。在长坪沟景区里有2种游览方式，一个是徒步，一个是骑马。骑马往返360块钱，总的路程将近单程17公里。如果不想骑马，就可以徒步，往返就要30公里左右。考虑到想要在景区边玩边拍照，就选择了徒步。如果真的觉得体力不支，就随时返回或者骑马返回。前7公里都是这样的栈道，远处就是四姑娘山。景区里还有2个瀑布，我还特意上到了瀑布观景台，挺累的，感觉不太值得去爬这个瀑布。继续往前走，整个栈道有7公里长，后面的10公里就都是碎石路了。长坪沟基本一直都对着四姑娘山。走了3.7公里，到了枯树滩，很多跟团游的游客只玩半天的，就在这里必须要返回了。但这一路上的风景到这里还是比较一般的。我因为在长坪沟安排了1天时间，所以继续往里走。一路上四姑娘山一直遥遥相望，秋色也还是不错的。长坪沟跟昨天去的双桥沟游览的方式差别就在于，这里主要是徒步。如果觉得徒步累，你就要花300-400块钱去骑马。对于行走世界的老刘来说，当然首选徒步。今天徒步的游客并不多，毕竟这种徒步路线还是比较长的。相当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是一个人在这里徒步。现在到达了干海子，很多骑马的都陆陆续续的到了这里。在这里简单吃了午餐，继续前行。前面的路越来越难走，都是碎石堆。不过开阔的地方景色还是非常漂亮的，雪山、彩林、溪流构成了完美的画面。难得一个人享受这美景。
越往上走，道路越艰难了。看着很多骑马的游客超过了我。说实话，我挺怕走这种乱石堆的，因为脚踝、膝盖都有伤。最后1小时，马上就要到木骡子了。这里也有一个红石滩。终于到木骡子了，这次的目的地。很多游客开始返程了，明显的他们都是骑马过来的。这就是长坪沟的核心景区木骡子。我觉得来长坪沟如果不来这木骡子有点可惜。17公里终于到达了这里。尽情地拥抱大自然，非常开心。这里可以看到骆驼峰雪山，还可以看到四姑娘山的妖媚背面的雪山。今天往返30公里，觉得挺为自己自豪的。谢谢关注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，每天为大家奉献精彩的视频，不见不散。我要是去走上去了维扬，那有什么意义啊？对不对？你应该是李子柒。李子柒太高雅了，我还有烟火味。李子柒是没有烟火味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四姑娘山景区的网红嘉荣姐姐阿娟，今天上午被邀请到她家里来做客。她的家就在四姑娘山景区的小山上，非常漂亮的一个藏式小院儿。我们进去来看一看，很有特色。就是稍微这上面感觉偏了点儿，这上面就世外桃源了。以后就乡村振兴，我们在外面旅游，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民宿。当然，他们家做的民宿档次还是比较高的。对，下次我们可以直接拍。问了一下，一个标准间大概300元左右。住几个人？住4个人。啊，住4人。大浴缸，你们可以在这泡一个澡。可以泡着浴缸看雪山。这还有厨房。还有浴室。哦，这个真的是家庭房这个。 4个人。 680。680这还可以。680是可以。是吧？对。行，咱们4个再住一晚了，在这儿。你们俩住里头，享受新房待遇。不是你爬一个，你做一做向导。我们同事晚上就住的新。走上去看一下呀，好安逸啊。上面视野非常漂亮，可以看雪山，晚上可以看星空。后面我们会把这个，你下来慢点啊。好的，放心。这个就是这里的主人阿娟，她的老公。他们被邀请上了电视。热情的女主人阿娟特意过来跟我们聊了下。看完以后呢，他们就想派你来学习。我楼上是教室，你们看没有？哦，没有呢。我楼上全是教室。本来我可以做客栈的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做客栈它就是卖钱，没有情怀。我跟你讲是啊，你赚钱你只是一个商人，但是你要是做的有情怀，像没错，我能够孵化更多像我这样的卖货。我一年我在这里可以就整个藏区我可以卖2000万。我现在是官方主播，什么是官方主播？是西藏由这个商务厅和扶贫移民局给我授权的这个主播。所以说我在我们整个
藏区现在是，我们藏区有很多就是有主播呀、网红啊，但是我是官方的，然后我的销售量是最高的，我一年销售量是2000万。在整个藏区来讲嘛，我不敢跟那个汉地比，但是藏地比是 OK 的。主要是卖什么东西比较多？卖什么东西啊？然后卖的贵的，就是像牦牛奶粉。我卖的贵的是那个牦牛奶粉，我们一罐要卖298，而且进口的。卖的便宜的有那个，我给你看一下。好。阿吉，然后呢就做成在厂里边做成饮料，然后做成饮料以后，你看我有我的头像，然后呢有我的品牌，然后做好有江姐家娟，然后你看这是我们家的厂址，然后这个厂生产厂就在我下面。就在下面，然后这个厂带动了有40多名那个就是员工，然后他们做的，然后我就帮他卖。我在疫情的时候，一天可以卖1000多份。你想，你推板蓝根也要那个就是10来块，我们是杀鸡，而且我卖的很便宜，像完美这样一盒卖200多，我们就是实实在在帮老百姓卖，所以我这么一盒在卖价是39。这里面有多少包呢？有30包。如果你买上3盒，我就90块，我还送你1支唇膏。那这个还管邮寄吗？管邮寄。那我就直接在这买来，给我寄回家就得了。而且我们这个你买3盒，90块，我还给你送唇膏。我来做的整合就是让我们家几个弟弟就去全部收，整个现场去收，就把当归几千斤跟我推过来，然后那个就是1、2千斤的那个蜂蜜跟我收过来，收过来了以后呢，我就做整合，然后我就开始卖，我就开始推广。这是当归是吗？对，这甜的是吧？这个那这怎么吃呢？这个叫炖汤啊，炖汤一包装那个汤啊，特别甜，特别鲜。就做上3包，这是一种上3包，然后做好以后，这个茶叶是我们去那个茶叶是买的，茶叶是什么呢？是专门因为你必须要有生产的标准的藏族妇女，她们利用闲暇之余，然后做的娃娃。做这个娃娃全是手工一针一针缝的，然后娃娃就不做了，全部都有那种小地方。我们就收的老百姓的红景天，就这样。红景长这样啊？对啊，在海拔4000米以上。但是我们做出了精华以后，你看就可以卖了。所以这个是还有很多人容易就是包括抖音，你知道跳动自己啊，就抖音呢，抖音官方给我发了一个扶贫讲师，要是我们金川，就是我们小金的苹果，金川的梨，在我们金川有很多那种大鸭梨，就是那种叫鸡腿梨，梨子特别好，但是我们的梨啊，它没办法运输，因为梨很小气，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带，因为你到了我们当地，你肯定要卖我们当地的，而且这个不是人工的呀，是野生的沙棘，你看我们沙棘素质好高，然后去摘也不容易，你知道我们怎么摘吗？我们一定要下雪以后才能摘，下雪以后打霜，那个沙棘不是冻住了吗？然后这定了以后，我们去敲，一敲它就全部掉下来，掉下来了以后我们再摘，只有到冬天才能摘，夏天是没有。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摘，所以还是很辛苦。我们你们买这一盒啊，我要带动40多个这个农家户的那个。我们的牛肉干你看一条一条的，没有筋，而且是精挑。我们是牦牛的后腿，因为要做品牌，你看有我头像嘛，我就不能够乱做，我要做最好的牛肉干。你看这个牛肉干特别好，花椒这2天你们肯定不吃，但是给你们闻一下，就是我们的品质有多好。饼酒。就闻到那个香味儿，这就是野生花椒。我们就是家家户户房前屋都有种，然后老百姓种了我就去收。首先第一，它这个蜂蜜是喜马拉雅蜂，这是独一无二的，这是我们中华蜂的一种最好的蜜蜂。第二，这个蜂蜜呢，它采的海拔，你看，让牙签给我拿2个红果，这个蜂蜜你们尝一下，吃到第一口是不是甜？我要做就好好做，因为我这个是要做成自己的品牌。如果你们在我这买的东西都感受不好的话，那我要争取做藏区的威养，那有什么意义啊？对不对？你应该是李子柒。李子柒太高雅了，我还有烟火味。李子柒是没有烟火味的，知道吗？美国有机认证，还有呢那个中国的地理商标，这个你们随便拍，为什么呢？像其他导游啊，你们带你们卖东西都不敢拍，我们家的你随便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家的东西呢都是非常来自于老百姓，都非常正宗的。这个是我可以说是世界顶级奶粉，为什么呢？它拿到欧盟、美国和中国的有机，什么是有机？没有任何添加。你要知道无公害是可以有添加，但是呢它是，然后呢你碾上的一些，比如说沉淀的黑色素啊，像现在那个红血丝啊，就给你淡化掉。这等于相当于40多天。还好都不愁卖，像那零食啊这些我都不愁卖，我就愁就是苦荞。这个东西又便宜还卖不掉，我特别要给大家知道。他们员工啊，主播间啊就在上边。
这是我自己的家，这是我的工作室。嗯。然后我的工作室呢，我的那个直播间。哦，这是直播间这边是我的直播间。好，然后我的厨房，好，这边是我的一些手工穿织，这些也卖了一些，比如这衣服也卖一些我们老百姓的一些衣服，他们把衣服他们把衣服放到我这儿来卖，放到我这儿了，我没出钱的，卖了我会给他们钱。然后但是因为买的放的不多，因为多了积压的就是麻烦。对。然后还有这些呢，就是像这种我们的一些手工艺。这是他们自己就是银匠做的，银匠做的，这个不过100多，纯银的，999纯银的。然后还有他们自己做的一些手工艺，他们这是手工的，自己穿的一些，像他们自己做的，像这些穿的，然后再放在我这儿卖，他们就像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手工穿的。这是女娃娃，你看这是我的头，这是拿我的形象做的，这个是厂家专门就是他们那个合作社专门拿我的。这个不在，等一下，先发。这个是拿我的形象做的，我的衣服，我的形象。好，挺好看的。然后这个是白马藏族，这是彝族，然后有很多，你看这个还做了熊猫，把熊猫做成羌族的样子，再把熊猫做成这个羌族的，然后还有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各种地区的藏族的，真是好看。这些都是手工，这些你看嘛，这是唐刻的，对呀，唐刻的一些手工，我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带动作用。我不是说我这儿要做的好，我要赚多少钱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能够培养，现在我已经培养了283名农村主播，而且我现在可以带动我们村上的老百姓，所以我把这里呢就做好以后，可以带动更多的老百姓，可以作为一个示范和带动作用。我做的更多的是一些社会价值，而不是说我一个人的话，光靠我自己，其实我们吃得了多少，住得了多少嘛。所以说，更多是存在的是社会价值感。